岁的爷爷突然去世了，但是嘴巴却是张开着的，好像是有什么话说。我问大伯，爷爷的嘴张开的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愿没说出来？大伯听了我的话，瞪眼训斥了我一顿，让我不要乱说话。我不知道大伯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，却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多问，只好不再说话。二伯比我回来的晚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他在外地当警察，不好请假。回来之后，按照惯例是瞻仰遗容，我也跟着去看了，发现爷爷的嘴巴还是张开着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似乎比之前张得更大了些。二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我听见他小声对大伯说道：“爹的嘴怎么是张着的？要想办法闭上。”大伯看了一眼周围，见没有外人，才小声说：“都试过了，闭不上。”二伯想了想，去拿了一条热毛巾敷在爷爷的脸颊上，这是要让僵硬的肌肉变得松软。然后二伯试着合上爷爷的嘴，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的管用，嘴是合上了，但却是歪的。爷爷生前并不是歪嘴巴，怎么死后变成歪嘴巴了呢？难道他真的是有什么遗愿没有完成？一屋人看到这场景，又是一阵痛哭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安静下来后，二伯又问：“嘴里放银子了没？”这是我们那边的传统，死后都要在嘴里放银子。我妈说放了，当时没找到爷爷生前准备的银子，她就把自己的一对银耳环放爷爷嘴里了。大伯和二伯轮流在灵前守夜，只有我爸是一直跪在灵前，谁劝也不听。爷爷一共3个儿子，我爸最小，但是和爷爷的感情却是最好。爷爷生前哪里都不去，就只爱住我家，赡养工作全由我爸一人负责。大家都知道我爸和爷爷的感情好，也就没去多劝。爷爷在堂屋里一共摆放了5天，第6天上山。这之前，全家人在风水先生的主持下开棺看爷爷最后一眼，寓意送爷爷最后一程。那是凌晨5点，天色刚蒙蒙亮。打开棺后，所有亲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爷爷脸色铁青，他的嘴竟然又张开了，而且比之前张得更大，那种幅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能做到的范围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着了。那个风水先生也没了主意，他说他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，反倒是问我大伯怎么办。我大伯他们3兄弟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按原计划不变，起棺上山。风水先生做好法事之后，大喊一声起棺，4位抬棺的壮汉大喝一声，只听见绳子嘎吱嘎吱的响，可无论如何也直不起腿来，棺材没抬起来。我爸他们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，抬棺的红包是给了的，没想到他们居然出工不出力，但是这个时候又不好发作，我爸只好赶紧再包了4个红包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4人说什么也不收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就算给我们再多的红包，也抬不起来啊。”我爸无奈，还好前来送殡的队伍里还有年轻的壮汉，听说棺材抬不起来，就主动来帮忙，于是又添了一条绳子，可是棺材依旧没能抬起来。这一下大家伙都急了，8个人了，竟然8个人还是抬不动，回魂压棺。我听见那个风水先生惊呼了一声，他赶紧招呼我爸他们3兄弟，问老爷子生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。我爸他们都说没有，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没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啊。我爸他们3兄弟想了好一